师智博已经来到线上，那我们就邀请智博直接来为大家开讲喽。来，请。各位伙伴，真的很高兴，我们一个月又一次的讲故事时间。今天呢，来到了第240页了。那讲这一则故事呢，让我感觉到真的非常的血腥也非常的残忍哦。那要告诉孩子真的为什么哈蒂要来讲这样的故事？那首先一开始还是重复到我们上篇血汗杀人。那这故事的一开始那应该是要说到为什么血汗说杀人是他的权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杀人真的是好的吗？然后真的是正确的吗？那杀人你真的敢吗？我认为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问号都会一直的产生。那在我们在团集会的时候要讲这则故事之前应该真的是要稍微回顾一下讲到这个部分，因为有了这个部分，我们才有办法很完整的去阐述讲出来。那在故事的一开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也可以跟孩子们讲这一些所谓的我们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然后跟我们所了解的，然后跟孩子们做一个分享因为杀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也是我们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人类社会也好，动物社会的社会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讲，只要是有生命的，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像昆虫他们也会厮杀他们也会为了争地盘不争食物也都会有所谓的弱强食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说实在，本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物理空间里面这个也都是绝对是的，只是说我们人比较算是高等的动物，我们人有七情六欲，然后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各方面等等都远胜过于其他的所有的动物。那人真的人杀人，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人文的社会里面，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也会遭受到严厉的谴责，甚至所谓的判死刑杀人偿命这样的一件天公地义的事情那讲到我们人好了我们人事实上我们社会案件那么多因为这一些所谓的杀人事件又分了很多种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举例告诉孩子们有一些事实的真相。那事实上早一点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下大概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我们也不要讲的太过于血腥暴力但是应该是可以让孩子们去多了解这一些社会中应该能了解的事情我大概举例了几样像我们人类所谓的畜谋杀人它是按照它的计划的按照它的谋略，然后来行事，然后来害死别人这一种的话真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讲说也是有蛮多的啦也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说在想谋财害命的人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有只是可能也不多啦所以说自身的防范
像什么各资啊、各方面啊，你自己各方面就不要太过于张扬如果你家境啊或者各方面啊都很好千万都不要被人家所算计这个真的实在是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那种诈骗集团那一种也都是算蓄谋的我们现在只在讲说蓄谋杀人，好，还有聚众杀人，聚众杀人，什么叫聚众杀人？我们台湾社会事实上我们真的也不能讲说我们没有所谓的白道跟黑道啦这种聚众杀人的话来讲的话的案例应该也有啦在早年那有一些孩子如果说有看过新闻报道的话，都知道某某帮派跟某某帮派怎么样然后他们会火拼或者他们去看电影也应该也会有啦。但是我们大概也都可以跟孩子们大概稍微叙述一下聚众杀人，还有跟孩子们尤其要讲到这个正当的防卫自卫杀人自卫杀人正当性的防范于自保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也可以跟孩子们讲，我们如果遭受到胁迫或者生命危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话寻求自保，最好是可以用到我们童军所教的这些技能各方面如果真的有那种机会不要引起歹徒他的情绪波动那真的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然后来逃生那自卫杀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说是在孩子们都可以自我强身那不管多运动也可以，或者是练一些武术或者是跆拳，或者是柔道等等的防身术等等。我认为孩子们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有这样的时间的话，应该也可以多学这一方面来保护自己正当防卫是但是呢，如果这么的不巧你真的实力非常的好，功夫了得，那你有办法说实在，因为是自我保护的情况下撂倒了对方那对方呢也真的说实在就这样子挂了这个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应该都可以属于所谓的自卫杀人正当防卫下的情况之下，再来就是意外杀人意外杀人通常都是会指的是交通事件较多啦发生意外嘛然后无意之中导致对方致死这一种情况我好像是昨天我有看到一则在我们台北还是哪里的一个新闻，就是大家都在桥上的机车道在骑行，那结果那个应该是年轻人吧，他就骑得很快，然后故意闪躲就蛇形闪躲，然后在车阵里面这样左闪右闪，刚好不巧的刚好就是去擦撞到一个老先生结果老先生倒地后面的车子来不及刹车，结果就从他身上碾过然后导致很多辆的汽车都倒了。那结果后面的这个老翁如果真的是重伤死了，我相信说实在，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监视画面、行车记录器记的这一个肇事的这个年轻人这个蛇形在车阵里面这样子横冲直撞的这个他可能就会犯下这样的一个罪。那意外通常都是阴错阳差啦阴错阳差也不一定就是全部都车祸，只是说大部分都是车祸那意外也有可能说在产生到你我之间的推挤，然后刚好被你推到的那一个人去撞到了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物体
然后导致于说他受伤，然后大量出血，然后可能他的内脏破裂等等啊，导致他就这样的一个死亡哦。那这个也算是意外哦。那再来就是血火杀人哦，血火杀人说实在更是恐怖哦。血火，换句话说，就是为他人也为了自己哦，大家呢，就这样子啊，为了不管是什么事情，然后说是大家去做了这件事情，杀的哦，血火哦，这个通常是指2人以上的，这叫血火哦。那我刚刚讲到聚众的话是3人以上的哦。那再来就是随意杀人，随意杀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早年哦，就是那个捷运哈，那个年轻人发疯似的，然后就拿刀子，然后到捷运上啊去乱砍人家，那真的是随意啦。那有人是说，因为精神上有问题，或者是他自己的情绪各方面哦，都处于那一种歇斯底里的状况哦，然后想到，然后就去这样去做哦，这样去砍人家，去杀人家哦，随意杀人。好，再来就是说死杀人啊，说死杀人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请打手的意思啦，也可以讲说，教唆哦，或者是说死都一样哦，都一样哦，就是我当头，我当金主，我出钱哦，然后请你哦当打手，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好，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教众哦，教众的话来讲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所谓的打群架啊。闹兄弟啦，这个大概就是在道上兄弟会去做的哦。就比方上来讲，明明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两方说实在就是去呼叫自己的好友哦，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哦前来助阵哦。这些的话来讲的话，说实在造成杀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刑事案件哦，事实上他所判的徒刑都不一样哦。这里面只要有死人的啦，哦，除了有两样哦可以自我举证，或者是更有证据可以证明你的的确确是自卫杀人哦，正当防卫的哦，再来就是一个是意外哦，这2个可能会比较轻啦。那其他的，尤其是这个什么随意的哦，这个好像刑期都不得了哦。那现在我们台湾，事实上废死了嘛？事实上我们台湾并没有废死，还是会判死刑，只是死刑不执行而已。哦，就是他刑期了，已经在高等法院已经定验了哦，然后又上诉哦，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拖哦，或者是经由牧师啊，或者是心理师，或者是怎么样哦去做辅导，然后结果都认为说他是有可能可以有教化的哦可能性哦，所以说就会一直就是慢慢的，反正没关系，就是拖嘛哦，活一天多一天。那有没有哪一个法务部部长哦敢去盖那个章哦？我相信说实在，想当好人的人应该都不会去盖了哦，因为应该讲说悲天悯人吧哦，或者是自己都有一些恻隐之心。好，我讲了这么多，那跟孩子们去讲的是说，真的全部都不可犯哦，我们真的都不要去伤害别人哦，哪怕是言语哦，言语，我们也都希望说是在尽量都不要去伤害别人。事实上，有时候不当的过偏激的言语
有时候都认为说啊，我也是为他好啊，他就是讲不听啊，等等。我认为应该都是可以啊，先考虑好了，因为真的是祸从口出，叫孩子们真的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直率不要太过于直率引了杀机。好，我刚刚讲了这么多，那血汗说他杀人是他的权利，好，那毛克利呢就小小声的问巴西拉说：“喂，巴西拉，大家都说人是全部所有生物里面最懦弱的杀人呢是猛兽的耻辱。这一点的话来讲的话，我认为我也蛮苟同的而且我们也跟孩子讲说，你看我们人光溜溜的也没有獠牙也没有巨爪，对不对？那我们凭什么保护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对方对峙拼搏？真的没办法我们人而且我们只要碰到了野兽或者比我们更庞大的，我们几乎只有跑的份。人所以说这里面也讲的说，我们人真的是很懦弱，而且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威猛的动物那你去杀人类，事实上是非常可耻的因为真的毫无毫无还击的能力啦好，那当时呢，为什么哈蒂呢也会承认协汉所说的话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毛克利问巴西拉，那巴西拉就回答说，那得要问哈蒂他才会知道因为那瘸老虎真的实在太可恶了要不是巴西拉在讲说，要不是哈蒂那么说，我真的很想呢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可见巴西拉事实上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他认为血汗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巴西拉呢就喃喃自语的说，刚刚呢血汗呢杀了人，满嘴呢都还沾着人类的血迹而且呢还跑到了我们的这个河里面来然后呢污染了我们活命的水源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可恨那当时呢如果说也可以咬他2-3下修理他一下真的也太不甘心了巴西拉就这样义愤填膺的这样子讲跟毛克利这样讲我相信巴西拉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榜样就是告诉毛克利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也很明明白白我相信我们有时候告诉孩子尤其是一些事情上如果真的是可以判断白与黑，那千万就不要模棱两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时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没有给孩子们适当的一些思维能力，反而只是变成了一种敷衍。我这样讲话，我不晓得各位团长们你们的认同感如何？但是以我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真的就刚刚如我所说的这样。好，那巴西拉呢越说真的是越气愤，而且呢情绪越高涨。那连伯鲁呢也插上话说，我刚刚也想用我的巴掌赏他几个耳光你们应该也都知道熊掌是最厉害的熊最厉害的是他的掌它能浑水摸鱼，在溪里面它可见它的手，它的这个掌
他的感知力有多高哦，他可以到河川里面，然后用他的手，然后去拍打鱼上岸，然后再到岸上去吃哦，那真的是不得了的。而且熊啊，还有一个最厉害的绝学，就是它真的就靠它的四肢可以登很高的树，它很能爬树啊。哦，如果孩子们有看过我们中国那边的国宝哦，熊猫熊哦，大概大家也都知道，猫熊也很能爬，就以此类推。因为孩子们看到熊爬树的几率不高嘛，但是如果时常有看到电视上啊熊猫，他们很喜欢，他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原来熊是这样子爬，而且他们能驻留在树干上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好，那棕熊伯鲁呢也说，用他的掌呢赏他耳光哦。那伯鲁说了，结果就把他的大手掌呢摊了出来，然后在手掌上吹了一口气，那给毛克利看。毛克利一看到之后的话来讲的话，就训示哦，就把他的右手呢也压在伯鲁老师的熊掌上哦，然后摸摸看哦，感觉一下，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哦。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很不好的习惯，早年满汉全席里面熊掌听说实在就是一道大菜哦，大菜也不是有钱人可以吃得到的哦，而且我们有很多就是丧尽天良的猎人也好，他们逮到熊之后，事实上什么的也大概都不会吃，就是光取他的手掌吃而已。好，那所以说现在熊啊，我感觉也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们台湾黑熊哦，我们也算是极为保育类动物哦。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话，我们就尽量闪它哦，也不要去招惹它，也不要去喂食它哦，然后让它有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栖息地哦，然后让它呢也可以无限的去做繁衍哦。毕竟我们台湾黑熊真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听说还没有上千哦，还没有上千，也还是在百位数而已啊。有记录的，有追踪到的。好，那伯鲁呢就问哈蒂说：“喂，哈蒂，西汉说他的权利是什么？他有杀人的权利吗？”哦，这是伯鲁问哈蒂啊。那我真的也很想请教大家哦，或者是问孩子们，什么叫做权利？一定要搞清楚，不要因为这样一个名词，然后说什么叫权利？那我们应该也可以解释给他们听啊，然后告诉他什么叫做权利。权利呢，就是主宰，就是一种威吓，然后也是一种强制，或者是一种独断哦。所以说它是有 power 的，power 就是有力量的，这个叫权。那利呢，就是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好处哦。那所以说，他有这样的权利，然后可以去决断哦，然后呢，可以去主宰对方这个权，他真的会有吗？有这样的权利吗？哦，然后去了结了别人的生命哦。那其他的动物呢，听到之后也都就是大家这样纷乱哦，大家口吻相传这样子的一个躁动然后结果大家都的意思就是说哈蒂，你讲给我们听嘛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杀人的权利那发出了很多的声音啊，然后说实在在岸上的在河里面的大家都有不断的回想出来
那哈迪听到了啊，哦，就喊了一声：“安静下来吧，大家！啊，我来讲给大家听。”哦，那哈迪呢，这样一种悠哉，哦，那种悠哉，然后这样的一个发出声音，那大家就，哎，真的就一时之间就，有一点安静了哦。好，那哈迪就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哦，比这个丛林的历史还要早，还要早。哈迪呢，看看大家哦，所有人呢的，大大小小的动物呢，都聚集了，慢慢聚集了起来哦，就是要听哈迪讲故事。那有的趴着就赶快站起来哦，有的在最后面呢就赶快跑到最前面来哦，都想抢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哦，那可以听到哈迪讲这个样的故事哦，丛林的故事哦，所以说大家真的都很乖而且呢都很自动哦，也不会去推挤别人，也不会干嘛大家都找到了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哦，然后呢，开始要聆听哈迪讲故事。那哈迪呢就大摇大摆的把象鼻呢稍微勾起来一下下，然后呢，就走到河水的中间然后呢就开始说了，各位，世界上呢有许多可怕的东西，但是最为可怕的绝对不是人类绝对不是人。哈迪怎么又会这样讲呢？我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人事实上应该是最恐怖的啦，对吧？因为为了活下去，我们什么我一开始在讲的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没有獠牙，也没有锐爪，对不对也没有那种体力或者是那种速度跑的速度，什么都不如一些动物啦。我们怎么有可能那个好，那大家都点点头表示同意哈迪的说法就是说最可怕的不是人然后呢人呢本来就是不值得害怕的东西这是哈迪讲的但是呢人呢他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跟智慧，所以才可怕结果讲过去，人还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人跟这些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智商比较高我们的智商真的比较高，而且呢我们有我们的力量这种叫做软实力啦应该是可以这样告诉孩子我们不会跟一些动物强强的硬干我们都会吃而退然后退而行，这个真的是动物们没有办法跟我们人类一样的还有再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说全部所有的动物都没有智慧，我有时候我觉得老狗也很聪明使个颜色给他看，他就知道你要干嘛了猫也一样只要有到达一定的年纪，而且是跟我们一起在生活，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惯性上的接触，或者是一些很固定的一些行为比方上来讲，有人跟我讲说狗都会在家里面大小便，我就说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狗的问题有人讲说奇怪，我给他准备猫砂盆，他就偏偏不进去猫砂盆，他就喜欢说要跳到那个马桶上面，也很奇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可能都不晓得这只猫跟你5年了，可能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说实在它都跟你上厕所，那也不一定，结果它学会了它自己会去上厕所这个可能有的也不用教真的猫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更何况是狗好，那所以说
也不是所有的动物它们都没有智商啊，也不是说它们都没有智慧哦。然后像我养了一只红贵宾哦，也养了7、8年了吧。我给它关笼子是关它哦，它喜欢被关的哦，它也会自己开门呢。拜托，我那个笼子的那个门也不是很好开，但是它可以用它的脚啊，前脚跟它的这个嘴啊，有办法开因为我那个是弹簧的上下拉还有一个扣子，它有办法它有办法用那前脚往上顶，然后用它的嘴巴去顶那个扣子，真的很厉害啊。然后甚至我养过一只台湾土狗，真的也是让我这一辈子印象很深刻的。那一只大概7、8个月大，还不算是成犬我把它卖掉，卖到埔里去卖到埔里去。它小的时候，我只带它在我们家附近这样子走动而已走动而已然后有时候骑机车就载它出去跟我去跑银行啊，跟我去干嘛大概就这样而已。结果我把它卖掉了，卖到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有一天它真的跑回来，又跑进去原本我关它的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呢，过它3、4天，因为回来之后我也没有检查，因为它吃喝都很正常，结果七窍流血，暴毙。我那时候我真的很伤心，因为我真的意想不到，他既然可以在这么远的地方回来到我这里。我说动物真的都是有灵性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检查，我想说他会吃喝应该都很正常。那我在猜，我研判我在猜，他可能在回来的这一个路途上，可能发生过车祸，被车撞或者是他有怎么样的一个重摔的情况，那导致内脏可能有受伤那一时之间没有爆发，那结果说实在回来这几天之后突然就这样走了。我真的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因为那时候台湾土狗还没有真的很盛行，而且也可以讲说非常少那我其中我就掌握一只，然后我这一只台湾土狗是到阿里山去抓去抓回来的啦，抓回来，而且真的很怀念因为我感觉台湾土狗真的实在太聪明，非常的聪明也不输给贵宾了好，讲到这些，然后大家都点点头的表示同意就是说真的人可能就像哈迪所说的这样子然后呢，哈迪又在讲我现在要跟你们讲我们跟人类的故事。那巴西拉呢就挨近在毛克利的旁边，然后小小声的跟毛克利在讲说，这是跟你有关系的这是跟你有关系的，因为巴西拉也一直告诉毛克利事实他是人类也不断的在提醒毛克利他是人类好，然后呢，毛克利就回了巴西拉一句说，跟我哪有可能？我是丛林里面自由民主的伙伴呢，而且呢，我跟人类哪有什么关系？就极力撇清告诉他的老师巴西拉因为他真的是在狼群里面长大的他还是很认同他的狼群，所以说呢，他还是认为他是自由民主的伙伴好，那博鲁呢听他们在讲话就很生气就在旁边跟他们捶一下就是制止他们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要在这边唧唧呜呜的好，然后呢大家呢都怕人，可是呢为什么怕人这是哈迪说的因为人呢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说可怕哦。那大家大概也都知道了哦，大概也都知道是这个道理。好，那这个原因呢，事实上，所有的动物它们都一知半解的哦，在座的哦都不是很清楚哦。然后呢，大家呢就面面相觑的哦，在等哈迪继续讲下去哦。哈迪毕竟年纪大了，讲话特别慢哦，特别慢，所以说呢，就有一点这个就是气氛上哦，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大家互相探讨啊那种情况哦，就是大家会议论纷纷啊，哦，还是说说东说说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画面。好，那哈迪又开始讲了哦，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这座森林里面刚形成的时候哦，所有住在这边的野兽呢，都是非常相亲相爱的哦，和平的相处哦，过得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哦的生活。那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呢，可以讲就是野兽们的天堂哦。那时候呢，也没有所谓的旱灾，也没有所谓的风暴哦，更是呢参天大树哦，树荫呢蔽天哦的景象，而且呢树上呢果树上呢都掉了满满的果实哦，而且呢我们的祖先呢都以这些呢植物呢为粮食哦，是说哈地哦，是说哈地，不是所有的动物哦，因为大象是吃草的，吃植物的哦，吃植物的哦所以说他们说，哈迪就说我们的祖先都喜欢吃这边的植物，然后都把这边的植物呢当做粮食哦，愉快的生活着哦，非常快乐哦，惬意的哦，在这边生活着。那其中呢，也有少数的哦，都以树皮为主来吃的野兽。讲到这个吃树皮，有什么动物是吃树皮的呢？小德团长，你知道吗？吃树皮的有哪些动物？回复一下吧，我看你在不在。好，没有回复哦。好，事实上吃树皮的动物也蛮多的啦，也蛮多的，也不少啦。哦，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作业呢，留给孩子们自己去寻找，也可以不要讲答案哦，就卖个关子也很好，造成的是我们的互动哦。如果刚好里面的孩子们有人知道的也不错哦，就可以请他起来讲讲看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也很好，也很好。好，那巴西拉又向毛克利说：“幸亏我没有生在那时候哦，不然呢，一听到吃树皮呢，我整个喉咙就会很干，而且会发痒。而且呢，树皮对我们来说，它只是磨爪子用的东西呀，怎么可以拿来吃哦？好，事实上的话，巴西拉是猫，是猫科动物。猫的话来讲的话，如果有养过猫的都知道，一定还会去宠物店里面买那种猫爪板，猫的爪板或者猫的抓地毯，都有哦，或者是相关类之类的东西啊，就是可以让它去抠它的去刷它的这个爪的东西。为什么猫会这样子呢？这都是天性哦，天性哦，它一定会去做这样的动物，包含连熊都会哦。熊它是抓一抓之后的话，再侧身，然后去怎样？去树干上面去磨蹭哦。为什么？因为说在它留下它的气味，然后也要散布说它的领域它所占领的领域的大小。所以说熊会做这些动作。那猫呢？事实上，如果是家猫也是这样子哦。所以说，有一些人养家猫啊，他们家的沙发说实在时常换不然的话说实在就是还要再
再贴个就是再去买那个椅套哦，以防他们家的猫说在把他们家的不管是沙发也好，或者是木椅也好哦，或者是层次的都有，因为我看过我看过，我也听过很多客人当时那时候我在营业的时候，客人跟我讲的说，他们家的猫真的实在是受不了到处抓好，那狗会不会抓？狗也会抓，狗会抓的话，通常就是它要睡觉的时候，有一种筑巢的那种动作，就是它会用它的两只前脚，然后去爬地，一直爬。在想说这就水泥地啊，爬也没办法，有个洞啊，那它就是天生就这样。你只要看到这只狗，它为什么前脚一直要去爬地，就是代表说它在找地方准备休息。那一种天生的一种动作都会产生出来。好，讲到这边，刚好呢，巴西拉呢，就真的啦很庆幸他没有生在那时候了讲到树皮，说实在他都无法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有可能会去吃树皮？好，然后呢，伯鲁呢又听到他们在讲话，就又很不客气的去制止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子嘛哈蒂在讲话尊重人家一下对不对？好，那当时呢哈蒂又开始在讲，当时呢我们的丛林之王呢叫做达阿他的名字叫达阿是我们全部所有大象的祖先，就是很老很老了然后呢告诉大家说阿达呢他用他的鼻子呢插进去很深很深的水底，然后呢就把森林呢捞了起来。哇塞真的不得了，大象的鼻子有办法捞整个丛林捞起来，那可见说实在的他在说这个水底是指哪里？我心里面也在想可能是大海大海不然怎么有办法捞出来丛林因为丛林有多大好，然后呢他用他的象牙在他地上呢去挖几条长沟出来，就是那个用他前面的那个象牙然后去撩到处的去撩去撩的意思就是好像在耕田一样然后把它啪就是推过去，然后它就变成土嘛散开，然后变成沟这样就演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流。哎呦，真的是不得了！这个阿达真的可能是一只超级巨象史前神兽好，然后呢，他在用力呢蹬地上几下就变成了沼泽池塘，很厉害呢好，这个又跟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故事女娲补天9天玄女的移山倒海然后换日月这个神话，包含连我们西方的也有神造人的那些故事，亚当夏娃怎么样的这一些，真的类似类似这样的一个情节故事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们讲说，这个真的就是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好，然后呢，哈蒂呢，讲完了讲到这边讲完了之后，就突然展起他的鼻头，鼻子然后像水面这样子使劲的哼气就产生了那种水气泡的声音很大声，像吹喇叭的声音这样子吹了出来那整个场面的动物全部都吓了一大跳，就是哈蒂要展示说他所说的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呢真的是有这样的力量来证明那伯鲁呢被他
喷了起来哦，水溅了满头都是湿淋淋的哦，非常的气愤哦，他怎么会这么的有力量？而且他那个象笔既然有办法吸了一口气，然后在水面上这样子吹，然后有办法把全部所有的水呢溅开，而且力量无比的大哦，那种情况哦，告诉大家，大象的力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哦。然后呢，哈迪就跟伯鲁说：“哎，对不起啦。”哦，然后哈迪呢眯着眼睛笑了一笑，然后又低头继续说：“就是这个样子哦，的一吹，刮起了大风哦，树木也就会倒哦。阿达呢，因为了有这些强大的技巧哦，才能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丛林哦。到底呢是真的是假的哦？哈迪他说他也不敢保证，但是他相信他的祖先们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大象的力量哦，神力啊哦。好，然后呢，大家听一听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也是好像也不是哦，而且呢，哈迪后面又说了不敢保证嘛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结果大家在想说，哈迪也可能是在推卸责任吧。好，反正大家都是一笑置之。那巴西拉又很小声的跟马克里两个人呢就捂着手起来腼腆的笑着。好，这大概呢，他们两个大概就是心会神意吧。就是可能了解到原来哈迪在讲的这个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传奇吧。就这样笑着。好，那哈迪讲故事呢，大概我们就是讲到这边那哈迪呢，最主要的是在讲说他们大象呢是如何来造林的来使这边丛林呢有了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有这么多的生命都居住在这一座丛林里面大家如何的和平相处那这个丛林呢给他们的所谓的食衣住行等等都是非常棒的，也非常感谢他的祖先在这边开垦让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来持续的生活下去。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好，那今天刘教练也在上面呢。教练回马来西亚了吗？教练还在台湾吗？没回复嘞。有。你还在？我昨天回马来西亚了。你已经回去了吗？对。是这么快？我以为你会住一阵子，这礼拜有时间就可以去找你了，说。2个礼拜啦，在台湾。那也很快啊，住1个月也没关系。哎呦，太长了，那团里面没有人管理一下了，是吧？没有，要放给年轻人有机会啊，对啊。我们先来合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那个各位伙伴，我们来看镜头喽。好，3指都出现了哈。好，那我来拍喽。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现在好，拍了。发生什么事了？有。好，谢谢，太好了。谢谢。
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